好，我是百彤，欢迎回到丰隆 My Kissology 频道。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有一种感觉，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的柜子里特别多的衣服，但是呢，怎么都是没有衣服穿。就算你买新衣服回来，你把旧衣服拿去处理了，拿去丢掉了，可是就是那一次的丢掉，就让你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运势呢，往下走的这个情况，而且呢，频繁的倒霉啊。那是为什么呢？这里雨桐偷偷告诉你，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它潜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哦。因为呢，衣服对于我们而言呢，它像是我们的第二层皮肤，那它天天长时间贴身的穿在我们身上呢，那它会默默的去吸来自主人的一些情绪他的所思所想，甚至他的这个个人运势等等等的。这样听起来衣服的功能有点熟悉吧？没错，它的功能有点像录像带一样，所以呢，对于衣服的这个功能呢，它其实是会在暗中默默的去吸收着身为我们主人的这个能量跟气场。你想想看为什么一家人在一起折衣服的时候，就算你没有注意过对方是否有穿过那件衣服，但是你就是闭上眼睛，你都会知道，这件衣服是爸爸的，这件衣服是哥哥的，那一件衣服是弟弟的，这就是其中的玄机啦。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若你买了这个二手衣服的话呢，那你就得要好好的去了解他上一任主人，他原本的主人，他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正经历低谷期呢，就比如说他生病破产失恋情绪特别低落这时候他捐赠给你的这个衣服呢，就会吸附着他这位主人的这个负能量。一旦你穿上它之后呢，这些满满的负能量呢，就会过渡到你身上。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运势开始慢慢走下坡啦。所以呢，在选择要购买二手衣服的时候呢，得要好好的去了解它原主人是正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因为呢，它原主人的这个负能量一旦过渡到你的身上呢，它的这个负能量会和你本身的这个能量场来打一架，让你的运势卡卡的。这时候你的财运就会被拖累啦。所以呢，乱穿、乱丢、乱送衣服，就等于把好运送给别人哦。那相信在这时候呢，就有朋友问啦，那雨桐，我这里有很多衣服呢，旧衣服我都穿不了，我丢了又可惜，可是呢，我想捐给人，我想给人，就好像雨桐刚刚说的，怕影响到他人的运势，那我该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赠人一朵花，手留余香嘛。其实赠送衣服是件好事，你是在做好事。但是呢，一旦你送错的呢，你就等于把你自己的这个福气给送走了。所以呢，大家好好记住以下这4条，一条都别犯哦。第一就是呢，你想要送人衣服之前呢，那若你这衣服是属于你穿过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呢，雨桐建议别送人哦，因为呢，它是和我们的身体有着密切的这个接触而且这些贴身的衣裤呢，它会沾染着大量的这个个人气和这个细菌，即使呢你拿去洗了，也很难达到100%的干净。所以在这时候，你把它送人，不仅呢是不卫生的，而且呢还可能会带来传播疾病的这个风险哦。
所以啊，雨桐建议呢，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呢，直接丢弃掉吧。但是呢，你进入在垃圾桶之前呢，雨桐建议可以把这些贴身衣物啊，用剪刀跟它剪碎，然后用不透明的这个纸袋呢，把它包裹起来，然后才丢进垃圾桶，这样子呢，才可以好好的来保护你自己的这个个人隐私哦。若家里呢有红纸啊，又或者是红布的观众朋友们呢，在这时候呢，可以选择用红纸，又或者是红布，跟这个贴身衣物包裹在一起，然后再加一层这个塑料袋，然后呢，选择一个非常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这个早上，把它丢进垃圾桶。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举动呢，其实是在帮助你斩断你的这一个旧的这个缘分，而且呢，可以利用这个晴空万里的阳光充足、非常好的这个能量呢，帮你的这个气场呢，来好好的刷新一番，这样子，你的这个运势就通啦。好，接下来的这一条呢，就是呢，别送有破损又或者是有污渍的这个旧衣服哦，因为呢，对于有破损的衣服呢，它其实带着破财的这个意思，而且呢，你把它送人呢，反而会容易引起他人的这个误会跟反感。另外呢，若带有顽固污渍，又或者是长期存放呢，也会导致泛黄，容易滋生细菌和一些怪怪的这些味道。所以一旦这样子的这个衣服转交给下一家之后呢，下一个主人穿上它呢，就容易引起这个皮肤过敏啊、感染的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最佳的处理方案呢，就是雨桐建议啊，在清理衣物的时候呢，将完好干净的衣服先把它分门别类整理好后，再进行捐赠或者是转送也不迟哦。对于破损的这个衣服，又或者是它的衣物上面有顽固污渍、洗不掉的衣服呢，最好是直接妥善的把它打包，然后作为废弃的这个物料来处理哦。好，接下来的一条，也就是呢，若你想要处理掉旧衣服，然后你嫌它特别麻烦，然后手续特别多的呢，那在这时候千万别动想要烧衣服的这个念头哦，因为雨桐相信有的人呢会嫌麻烦，所以呢就干脆呢一把火把它烧了，那就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呢，这一举动呢反而犯大忌哦。因为呢，在这个传统民俗中呢，焚烧活人的衣服呢，反而会折损这个衣服的主人的这个气运，而且呢，把衣服焚烧了，它这样子的这个举动呢，其实是意味着你把这件衣服烧给已经去世的人的这个做法。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是要非常非常注意哦。所以呢，大家不要贪方便，一把火烧了，这样子反而会折损你的气运哦。接下来还有一条就是呢，我相信大家呢，在丢弃旧衣服的时候呢，心里多多少少呢都会感到一些惋惜啊，舍不得，甚至呢会把一部分的一些旧衣物啊保存下来，把它做成抹脚布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反而会影响你的气运哦。因为呢，衣服呢就等于你的这个衣路，而且这个衣服呢，它也吸收了主人的这个气运。若你舍不得把它丢弃了，也不要把它当成抹脚布来用。因为呢，它的能量印记，它的旧的这个能量场还印在那个衣服上面，还没有完全被消除。这时候呢，你把它当成抹脚布来踩在脚下，等于你在踩着你的运势啊，对不对？久而久之呢，你
会发现你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呢，反而容易遭到小人静悄悄的来打扰你、骚扰你、排挤你，甚至呢，贵人看到你也会绕路走哦。所以呢，以上这4条呢，千万别犯哦。所以呢，在这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正确方式去处理你的这个旧衣服，才能达到不破财、不招小人、不损你的这个贵人运的这个效果呢？第一方法呢，就是不妨大家可以来选择这个正规的慈善机构啦，又或者是呢正规的这个回收箱，因为在这时候你捐干净的衣服，然后不破损的衣服，这就已经完事了。因为呢，你在捐赠的同时呢，其实你是在一边帮助他人，一边积德行善的，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呢，有些回收站呢，它会把旧衣服给统一的去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把这些衣服打碎了再重组。其实这个过程呢，它是在间接的帮你消除你旧衣上的这个能量磁场，同时呢，还给你的这个旧衣服呢提供了第2次的新的这个开始。而且它的这个后果呢，不仅是能够达到环保的这个效果，而且呢，还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利用有效的这个资源，这真的是一举多得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的衣橱里面有衣服是已经旧了，然后你想要把它处理掉了，不妨去寻找一些正规的一些慈善机构，又或者是回收箱进行回收吧。但是呢，也当然不是所有衣服都是不能穿的啦，这世上都是没有绝对的事情哦。因为呢，有民俗文化都认为呢，穿上关系亲近，而且生活美满，而且他的身体倍儿棒的长辈亲戚的旧衣服呢，也代表接收他们的祝福，沾沾这些美好的寓意。就比如说，婴儿的百家衣，还有来自阿嬷缝的百家被，其实这一系列的衣物呢，它是汇集了百家之气，还有他们的祝福，来祈求孩子能够好养活，然后呢，也祈求孩子能够平安长大，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这个寓意。所以呢，想要穿2手衣的朋友们呢，请记住，要确保它的来源干净，而且它上一任主人呢是跟你关系特别亲近，对方的运势呢也颇顺遂，这样子的这个衣服呢，你也可以安心的穿哦。所以啊，各位，若你最近想要整理你的这个衣物空间的话，那你打算该怎么处理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分享哦。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到此了，我是百彤，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